一觉睡醒后，我魂穿成为宗门圣女，本以为能躺赢飞升，没想到却惨遭剧情背刺。还好绝境中竟激活反派系统，骂名越响，修为越炸。正道容不下。好，这仙界第一反派，小爷我亲自来当。虾仁儿，你可认罪？我没罪。师兄，你勾结魔道偷学禁术，残害同门，这些证据就摆在眼前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认罪吗？师兄，只要你认罪，圣主一定会保你一命，顶多把你废除修为，逐出圣地。啊，这个女的好像叫柳如烟，貌似是我的未婚妻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大义灭亲，没办法。师兄，我知道你记恨我和圣女，可就算这样，也不是你投靠天魔宗和天魔宗圣女勾结的理由。得，看来是被绿了。我太难了。虾仁他勾结天魔宗圣女，杀害我圣地弟子，一定是为了修炼天魔宗的功法。虾仁绝对是天魔宗安插在我们太虚圣地的一个奸细。严惩虾仁，杀了他，杀了魔头；严惩虾仁，杀了他，杀了魔头。原来20多年前，原主被他师父收养，自此修行天赋展露无遗。年仅20岁，原主就修炼到了第6境神通之境，此后更是力压群雄，成为了太虚圣地的圣子。谁曾想太过优秀引来嫉妒，就连青梅竹马的白月光也当众被刺，试图把他拉下神坛。啊！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由不得你不认罪。好，那你问我，你傻逼呀！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罪，我没罪。找死！现在能认罪了吗？除非我死。那我成全你。系统正在加载中，检测到宿主被污蔑，系统加载成功。超级反派系统为您服务。反派系统被误解是反派的命，而反派的究极梦想就是镇压天道，凌驾于天道之上，镇压诸天，掌控亿万生灵，唯我独尊。只要宿主获得足够多的气运，系统就能够帮助宿主提升修为、战力，帮助宿主获得逆天体质、血脉、功法、传承等等。你说这么多，我都要死了，还怎么实现梦想？只要宿主做反派之事，自会有相应的奖励。事到如今，师兄，你为何还不认罪？不要叫我师兄，你的师兄已经死了。承认污蔑，可获得开机大礼包。呵呵，都要做反派了，那就反到底。既然你们污蔑我，那我现在就把污蔑坐实了。恭喜宿主绑定超级反派系统，获得梦想成真开机大礼包，获得神级功法吞天魔功、太虚钟、4项剑法、9转玄丹。称皇，就让我代替宗主清理门户。这怎么可能？圣主，虾仁盗取藏经阁4项剑法，造成我太虚圣地4项剑法失传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我觉得应该把虾仁关入我太虚地牢。好小子，竟然隐藏得这么深！看来他对我太虚圣地已经没有什么归属之心了。现在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是悔过呀？资过3年，今天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放什么狗屁呢？虾仁速速住手，否则老夫把你镇杀当场。小子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叶晨心态崩了，损失气运值1万点，获得反派值1万点。秦师兄，你竟然真的偷走了太虚钟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你失望不失望，关我屁事！我们很熟嘛。我说够了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可认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
你说我干了什么，我就干了什么，但让我认罪，呵呵，除非你跪下来求我。虾仁，你杀害太虚圣地同门弟子，盗取太虚钟，还有4项剑法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哈哈，好一个太虚圣地，这么多人就这么欺负一个小辈。寒月圣人，虾仁，本圣饱了。系统是不是你安排的人？童子不是圣人的搬运工，童子只是一个辅助系统。寒月圣人，今日这事乃是我太虚圣地的家事，寒月圣人非要插手。你们家事不家事的，我不管，也不关本圣事。但虾仁乃是我唯一亲传弟子，至亲师兄，本圣保定了。你是说婉宁？此时的虾仁也愣住了，没想到整个宗门私定终身的青梅竹马也不信他，朝夕相处数年的师弟师妹们也不信他，唯有这入门不过3月的小师妹，不仅信他，还愿意为他求人。没错，是他恳求我来救你一命，今日本圣救你一命，来日你和沈婉宁就再无瓜葛。既然寒月圣人非想要从我太虚圣地带走人，那就让本圣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底气。好，今日虾仁你可以带走。今日谁也走不了。见过老祖。作为我太虚圣地的圣子，竟然盗取我太虚圣地的圣器，背叛我太虚圣地，谁给你的勇气？且慢！一觉睡醒后，我魂穿成为宗门圣子，本以为能躺赢飞升，没想到却惨遭剧情被死。还好绝境中竟激活反派系统，骂名越响，修为越炸。正道容不下。好，做仙界第一反派，小爷我亲自来当。外面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：“且慢，大秦帝朝四方侯方醒前来拜访。”大秦帝朝的开创者乃是大帝境强者，大秦帝朝之中，但凡封侯者，必为圣人。不知道四方侯来此所为何事？方景目光落在了虾仁的身上，只见虾仁手中浮现一枚玉佩，他冲到了虾仁面前，拿起虾仁手中的玉佩，玉佩之中一道红光闪过，没入虾仁身体之中，接着那玉佩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四方侯方醒见过九皇子。虾仁是我太虚圣地沈肃长老从外面捡到的孩子，四方侯是不是看错了？我大秦帝朝自然有自己的检测手段，这就不需要向你太虚圣的说明。我已经确定，虾仁殿下乃是我大秦帝朝九皇子，皇子殿下的身份不容置疑。九皇子殿下，还请您跟随我前往帝都。四方侯可知我现在是在被太虚圣地审判？尔等既然敢审判我大秦帝朝皇子，太虚圣地，你们的胆子大得很。敢谋害大秦帝朝皇，当斩！虾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狡辩？你真当我们太虚圣地的所有人都是瞎子吗？四方侯不知道我可否检查他手中戒指？毕竟我代表着大秦帝朝，帝朝的皇子不能蒙受不白之冤，你说对吗？九皇子殿下想要查自然可以，不知道太虚圣主以为如何？只是我宗圣物还在虾仁这里。你说这是你太虚圣地的太虚钟，你叫他答应吗？别告诉我说你堂堂太虚圣地的圣主没有催动太虚钟的能力，形势比人强，你们一个个以势压人，我就算是不承认，这罪责不还是我的吗？今日你那戒指必须拿出来，否则今日你就不要走了。在方景的威压下，柳晨拿出了他的戒指，只见他的戒指里面飘荡出来一个虚幻的身影。这女人虽只是灵魂体，但灵魂体极为强大，已经达到了圣王之境。得饶人处且饶人如何？这件事就当晨儿错了。
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他很强啊！灵魂强大，不过他就只有灵魂。哦，难道我污蔑了他不成？如果你说我污蔑了他，还请拿出证据，否则今日我和柳晨不死不休。小贝，你可知道拒绝我的后果是什么？怎么？你都已经被人打成了灵魂体，还有嚣张的本钱？你吓唬谁呀你？今日我就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天有多高。一觉睡醒后，我魂穿成为东门圣女，本以为能躺赢飞升，没想到却惨遭剧情被刺。还好绝境中竟激活反派系统，骂名越响，修为越炸。正道容不下。好，做仙界第一反派，小爷我亲自来当。我柳晨拥有那么逆天的天赋，还怕了你一个小小的虾人不成？哼！境界的差距，加之我圆满境界的4项剑法，你以为你能够躲得开？想走没有那么容易。剑骨是我的了。师傅，救我！柳晨剑骨被挖，损失气运值20万点，宿主获得反派值20万点。不给我面子，还挖了我弟子的剑骨，找死！老祖太虚中，如果这一击被激发出来，太虚中就完了，彻底虚化了。太虚中，现在我们掌控不住，阻止不了他。老方，你不行啊，那让我老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柳晨，走。提醒：柳晨师尊要逃，童子建议立刻消耗全部反派值兑换宝物拦截。开业大酬宾，便宜你了！兑换！恭喜消耗全部反派值兑换成功，获得捆魂绳、打魂鞭。柳晨抛弃金手指师尊，损失20万点气运值，宿主获得20万点反派值。九皇子，这是何物？这是捆魂绳，专门用来束缚灵魂的。童子建议宿主20万反派值，可以兑换人皇幡作为万魂幡的变种。人皇幡自然有其独到之处，人族之中的皇者，成为人皇幡之中的主魂，太合适不过了。奸商啊，这不就是改了一个名字吗？四方侯可否容我处置这个女人？殿下请便。兑换人皇幡，兑换成功，恭喜获得人皇幡。你可愿意成为我人皇幡的主魂？小贝，你敢？我可是西皇女帝，你敢如此羞辱于我？什么女帝？你现在就只是我的阶下囚而已。你休想让我臣服。那可由不得你了。老方，不过就是一个流落在外面的皇子罢了，你怎么对他如此的恭敬？老郑，你可小看了我们这个九皇子，他手中竟然有数件圣器，都是他的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我答应你了还不成？
哈哈哈，早答应不就结了，非要自讨苦吃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人皇番欢迎你的到来。西皇进入后，人皇番开始升级，虾仁炼化了1天1夜的时间，终于将西皇炼化成功。西皇和柳晨恩断义绝，后续机缘落空，柳晨损失气运值1万点，宿主获得反派值1万点。哈哈哈，那接下来应该是炼化他的剑骨了。吞天魔功，你竟然得到了吞天魔功！虾仁吞噬剑骨的本源速度并不是很慢，在西皇眼中，刚刚还散发着凌厉剑意的剑骨就已经被虾仁吞噬一空了。殿下，我们是不是要即刻前往帝都？马上就是皇族血脉洗礼的大事了，殿下还是要尽快去的好。皇族血脉洗礼，四方侯可否告知？殿下，还是由我来告诉您吧。末将破军侯郑拓见过九皇子殿下，日后末将愿在殿下麾下效犬马之劳。圣人境界的强者竟然想要效忠我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破军侯还是先讲解一下血脉洗礼的事情吧。这皇族的血脉洗礼就是大秦帝朝每10年一次的盛事，挑选皇族之中天赋绝伦之辈，进行一次血脉从头到尾的洗礼，耗资巨大。在血脉洗礼的过程之中，会有可能觉醒特殊的血脉和体质。名额是固定的，这么说来，会有人记恨我了。没错，这点殿下不得不防。毕竟皇子算上您，可是足足有9位，而未来的弟子之位只有1个人。九龙夺嫡，不是九子夺亚嫡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我喜欢。这次我是真有个皇位要继承了。走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帝都了。师兄，如烟误会你了。你那么疼爱如烟，一定不会怪罪如烟的，对吗？没有镜子总有尿吧，长得丑想的还挺美。虾仁，你凭什么说圣女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不就是觉得自己身份不一样了，看不起我们师妹了吗？我呸，什么玩意！破军侯，如果有人胆敢羞辱大秦帝朝的皇子，应该如何处置？师兄，你怎么会这样？你变了。老鼠世界，你称王，说你2句就破防，滚开！柳如烟心境崩溃，损失气运值1万点，宿主获得气运值1万点。气运值还有可能回升啊！如果气运之子或气运之女获得新的机缘，有可能增加气运值。气运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但这种可能性比较低。你放心，早晚有一日，我会让你和柳晨一样死在我面前。虾仁，你敢！太虚圣主，你想找死吗？长河退下，虾仁，可曾想好脱离我太虚圣地？要知道，大秦帝朝可不只是你一个皇子。本来我以为你会是一个聪明人，但没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不理智的决定。我可以不脱离你们太虚圣地，但是我要当太虚圣地的圣主，你们太虚圣地所有人都要宣誓效忠我。虾仁，你太狂妄了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在大秦帝朝能够走到什么地步。你们太虚圣地就能成为我的靠山了？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金疙瘩吗？你们这种货色，我连正眼都懒得瞧。因宿主进行反派行为，现检测到宿主母族血亲还有1人在世，是否唤醒？唤醒需要耗费全部反派值。靠山有了，反派值还会远吗？唤醒！破军侯，你说我作为大秦帝朝的皇子，就算是未来没有成为大秦帝朝的弟子，乃至于拥有更高的地位，但灭一个小小的太虚圣地，还是可以轻易做到的吧？一个小小的太虚圣地而已，帝朝只需要派遣一支大军，可灭之。太虚圣地之前，但凡有人为我说一句话，或许现在局面就不一样了。从今日起，我和太虚圣地一刀两断，来日碰到你们太虚圣地的任何一个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就开始恐惧吧。我那个所谓的靠山什么时候会出现？急了这不是，放心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安排之中。破军侯，你为何想要投靠我？要知道，我只是大秦帝朝流落在外的皇子而已。就如那太虚老祖所言，我是所有皇子里面势力最弱的一个。未来竞争弟子之位，我能够比得上那几位哥哥。
殿下，我郑拓在帝都有仇家，他们的势力很强，不会有任何一个皇子敢于接纳我，因为得不偿失。但我看得出来您的不凡，跟着您，我未来或许有一线希望回到帝都，能够报仇雪恨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如果殿下愿意接纳我，郑拓愿成为殿下马前卒，替殿下征战天下。你跟着我，或许死得比较快，比较早，这样你还愿意吗？末将愿意追随殿下，虽死无憾。那么从今日起，你郑拓就是我虾仁之护从。有朝一日，如果你为我战死，我会替你报仇雪恨，杀尽一切仇敌。末将郑拓愿为殿下征战。作为一个反派，就应该有数量众多的鹰犬。恭喜宿主，你的路越走越宽了。说什么都没有实际行动，让人开心，奖励来一些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宿主你似乎是忘了你的身份，去吧，杀尽一切气运之子，他们的气运值就是你的反派值。方挺带着虾仁是乘坐飞行妖兽前往了帝都，一路上基本上没有停歇，只用了不到10日的时间就到达了帝都的范围之内。殿下，前方就是帝都了，我已经提前把消息传递了过去，一会儿就会有宗人府的人出面把殿下带进帝都。四方侯不去帝都吗？我回去还有军务在身。好，这一路就感谢四方侯的照顾了。见过四方侯，四方侯一路辛苦。这就是九皇子殿下。九皇子，我们还需要去宗人府确定一下你的身份。应该的。发现气运之子林轩，气运之女顾清雪，大秦帝都卧虎藏龙，气运之子无处不在，希望宿主把握机会，勇夺反派值。温馨提示哦，是谁的头上好像有点绿呢？林轩还是你？什么玩意？顾清雪看来和我还有些关系。殿下，我们进城吧。站住！你就是新来的九皇子？他也是宗人府的官员嘛？回禀殿下，这位乃是鹦鹉侯府的小侯爷。这位小侯爷，你找我有事？看在你是皇子的份上，我陈默也不为难你。签下这份协议之后，我陈默就交你这个朋友。虾仁接过来陈默手里的纸，这张纸是解除婚约书，婚约的男女主角就是虾仁和顾清雪。我如果说不签呢？九皇子怕是第一次来秦都吧？你可知道秦都之中卧虎藏龙，一砖头砸下去都有可能砸到一尊圣人。你如果不给我陈默面子，那我陈默也会让九皇子你知道，在帝都光有身份没用，没人给你面子，那你会寸步难行。你说我一个皇子身份高贵，还是他一个所谓的小侯爷身份高贵？大秦帝朝自然皇子身份尊贵无比，是吗？既然这样，谁给你的勇气威胁本皇子？你当这大秦帝朝是你陈家的吗？你找死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陈默怒吼一声，抽出来手中的长剑。你看，他这是想要谋杀皇子，谋杀皇子！我自卫反击，杀了这个家伙，应该没毛病吧？虾仁要杀了鹦鹉侯唯一的孙子，如果鹦鹉侯知道陈默死在了我的面前，那我死定了啊！我还没活够啊！小侯爷，住手！滚开！再不滚开，我连你一起杀了！你难不成想要谋害我大秦帝朝的皇子吗？谋杀皇子，满门当诛！顾清雪，有人为了顾清雪都敢公然谋害皇子了，这女人魅力有多大？大人你是否知道？殿下，顾清雪是大秦书院顾副院长的爱女，在帝都颇有美名。是吗？看来这种女人成为我的未婚妻，我不亏，对吗？皇子殿下身份尊贵，能够配上殿下的人，自然是少之又少。虾仁一边和李渊对话，一边看向停在不远处的马车上。我觉得我的未婚妻已经前来迎接我了。虾仁迈步走到了马车的旁边，看向马车笑了笑。我猜我虾仁大秦帝朝九皇子的未婚妻就在这辆马车里面，对吗？顾清雪，顾小姐。围观群众哗然，纷纷议论起来。刚刚听说顾家小姐是帝都难得的美人，不如出来一见，我倒是要看看你配不配得上本皇子。清雪今日偶感风寒，殿下不要为难清雪了。
是偶感风寒，还是不敢出来？你不要过分了。呸！舔狗，没脑子的狗东西！呸！顾小姐，我猜马车里面不只是有你一个人吧？我有一种预感，你马车里面还有一个男人。下一秒，一股圣威降临，太虚钟被虾人击出。偷情这个习惯可不怎么好，我倒是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如此羞辱我大秦帝朝皇室！给我砸！我的天哪，那么刺激的吗？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，真刺激啊！刺激！这位大人，有人勾引未来的皇子妃，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置？我和林轩哥哥是两情相悦，怎么是勾引？啊！林轩偷情被发现，损失1万点气运值，宿主获得1万点反派值。恋爱脑晚期了啊！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我和你的婚约应该是秦帝锁定。你是在羞辱我大秦皇室吗？九皇子，我和顾清雪小姐并为越轨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。清白，非要让我把你们捉奸在床啊！今日你如此羞辱于我，我必斩你！猥琐发育不利，狗盗王者不行。作为反派就一个字，干！造他就完了。不灭金身诀。太虚钟给我交。林轩被重创，无敌信念崩坏，损失气运值10万点，宿主获得反派值10万点。何人敢在帝都重地私自动手，当我大秦律法不存在吗？尔等最好给我一个解释，否则的话，今日必定要把你们押入镇魔司之中镇压。镇魔司百户林轩见过陆统领。咦，这么年轻的神通境9层。我乃是大秦帝朝九皇子虾人，你镇魔司百户林轩公然私会我未婚妻，请陆统领主持公道。一切都是误会，还请陆统领明察。既然是误会，那这件事就过去了。皇子的身份是不是还需要去宗人府之中验证？什么皇子？不就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孩子？既然是误会，那一切都说得开了。不过我觉得此女确实配不上我，当个正妻不行，索性就当个妾室如何？不如3日后你来参加我的纳妾仪式如何？林轩心境崩溃，损失气运值5万点，宿主获得反派值5万点。我早晚要你好看。我的人什么时候到？没人当靠山的日子好难啊！我可是一个反派，怎么也得有反派的逼格啊！被气运之子放狠话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太难了。消耗1万点反派值，可推测1次。好家伙，童子你在趁火打劫！不过我有的是反派值，给我氪。宿主消耗1万点反派值，目标距离大秦帝都还有3日路程，不出意外，3日之后必到。靠谱吗？你不信我，那我走。你这小系统还挺有脾气。记得准时来参加仪式哦。别再动手了，你太过于不理智了，在帝都公然挑衅皇子，你胆子大得很呐！头冒绿光，羞辱的感觉让林轩心境持续崩坏，损失气运值5000点，宿主获得反派值5000点。九皇子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陆统领是吗？我记住你了。记住你了。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孩子罢了，不知所谓。沉默对吗？还什么小侯爷，自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。友情提示一下，舔狗，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没那么严重吧？虾人就这样一路到了宗人府之中，经过一番的血脉检测，他被确定是大秦帝朝的九皇子。这就完了。回禀殿下，已经检测确定，殿下却是我大秦帝朝皇族血脉，乃为我大秦帝朝九皇子。哦，是吗？那你可知道我母族是哪一族？这个小的不知。九弟，想要知道你母族的消息，找我啊。我知道啊。这特么的好像才是反派的标准打开方式。作为一个反派，我的排场有些太露了。参见八皇子殿下。九弟，这么多年，你在外面受苦了。放心，你既然回来了，哥哥一定好好补偿你。走走走，去望月楼，我要给我弟弟接风洗尘。对了，秦虎你也一起来。这是鸿门宴吗？演戏谁不会啊？你是我哥哥，我可算是见到家人了。
八哥，弟弟被人欺负了，你要帮我出头。谁敢欺负我秦风的弟弟，我弄死他！镇摩斯百户林轩，他抢我女人。八哥，你帮我弄死他！大丈夫何患无妻？一个女人而已，八哥多送你几个。走走走，我们去喝酒，忘了这些不痛快的事情。果然，这人虚情假意的很。这酒里面加了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难不成他敢对我下毒？有什么不敢？为了至尊的位置，弑君之事都层出不穷。兄弟戏强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？这毒对我麻烦吗？有我在，没意外。这是秦虎，你也看到了，他是我们皇族的后裔，按照辈分来说，他应该称呼你一声叔叔。秦虎叫九叔。九叔，秦风拿来的一份协议，协议内容是虾仁自愿放弃进入皇族秘境进行血脉洗礼，把这个名额让给秦虎。九弟，你看，作为叔叔，不能抢侄子的东西，对吗？这个协议我不能签。弟弟，你这是不给哥哥面子，非要抢小辈儿的东西，这样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皇子？作为大秦帝朝的皇子，要以身作则。八哥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只是一个废物的后辈，培养起来有什么用？就算你是皇子，今日我秦虎也要挑战你，让你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长得倒是挺有自信的，看不出你哪来的勇气。一个废物跟我比，你那点命也敢放桌上？秦虎可是我宗室之中有名的天才，九弟说秦虎是废物，那其他人更是连废物都不如。狂妄自大。就这，想挑战我，你也就配及我踩脚了。哼！城内外一战，让虾仁名声大噪，整个大秦帝都议论纷纷。虾仁没有理会这些声音，而是在府中潜心修炼了3天。3天的时间，帝都里面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虾仁这个大秦帝朝的九皇子了。而这3天的时间也足以让虾仁把9段玄丹炼化。现在我真是一穷二白，可怜的很呐，就是不知道那秦帝会给我什么补偿了。提示：靠山已到，是否吸引靠山？你就直说多少反派值吧。不要999998，现特价优惠只需9998。花了，小爷有的是反派值。有人来了，那应该是我的靠山了。下一秒，一个老者凭空出现在了虾仁的对面。你是婉儿的儿子？没错，你绝对是婉儿的儿子。孩子，我是你外公啊。虾仁和苏千尘相认后，虾仁把自己的在外流落的经历叙述了出来。你是说你师父叫做沈肃？没错，我师父是太虚圣地的沈肃。我对沈肃有一点恩情，没想到他还在了你的身上。不过我苏千尘的外孙，他秦帝竟然如此区别对待，我今日必定会替你讨还一个公道。外公，你不要冲动，这里毕竟是大秦帝都。放心，除非秦帝要杀我，否则这帝都之内，以我大圣之境的修为，其他人想要杀我还没有那么简单。大圣之境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巅峰的战力。不错不错，外公是大圣，有靠山了。本帝还是大地境强者呢。可你现在只是我人黄帆的主魂而已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孩子等着，外公去给你拿回你该有的东西。在苏千尘去了皇宫一趟后，无数宝物从皇宫送进了虾仁府邸中，顾清雪也被秦帝指给虾仁当小妾。外公，今日是我纳妾的日子，或许有人会来捣乱，还需要您帮我镇场子。根据小说来看，这林轩身为气运之子，一定会来上门抢亲。今日我纳你为妾，你可愿意？要不是为了你体内的本源之力以及那一丢丢的气运值，小爷才懒得跟你演这一出。我不同意。我同意，我愿意当九皇子殿下的妾室。情之一字最伤人，林轩差点崩溃，损失气运值5万点，宿主获得反派值5万点，宿主魅力很大哦，再接再厉。很嚣张啊，看来你压根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我倒是好奇了，你有什么底气？放开清雪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血溅当场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？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？用你不同意。如果我说不同意呢？公主殿下到。一个雍容华贵的女子缓缓地走进了大厅里面。检测到新的气运之女，
秦韵大秦公主，母族势力强大。好家伙，这是请出来一尊大神嘛！你不过就是我秦家在外面长大的野孩子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果然，人品不能够看阵营。我遇到的这2个气运之子，可都不能够算是什么好东西，只是他们被天道眷顾了而已。宿主明悟真谛，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，谁是天道，谁就有资格定义主角，正义与邪恶。不过是立场不同罢了。童子老怀欣慰，可消耗全部反派值，奖励神级功法，是否同意？同意，同意。兑换成功，获得功法九转金身诀，可曾见那林轩修炼之不灭金身诀？与之相比，强100倍而不止。修炼到极致境界，可滴血重生。太可以了！不愧是系统，童子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还有谁？你闹出来那么大的事情，可知这是给我大秦皇室抹黑？我看纳妾就不必了，签下这个文书，让顾家女离开你的府邸，你跟我去宗人府里面受罚。我看你是粪坑里练跳水，过分自信了。好大的胆子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。果然，贱人生出来的孩子，嘴巴就是犯贱。羞辱我母亲，该长嘴。打的就是你。顾清雪心生恐惧，损失气运值5000点，宿主获得反派值5000点。秦云被反派打脸，损失气运值5000点，宿主获得反派值5000点。好大的胆子！何方鼠辈，敢在大秦帝都如此放肆？帮你对称一点。不要啊！反派持续打脸秦韵，损失气运值10000点，宿主获得反派值10000点。苏千尘，你没死。下次我如果再听到你对我女儿言语不敬，我就废了你一身的修为。本皇子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。顾清雪，你可愿跟那个叫做林轩的家伙离开？如果你愿意，本皇子成全你。我不愿意。听到了吗？他说不愿意。今天你公然抢亲，就是在挑衅我这个大秦帝朝皇子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与我一战，赢了我可以让你活着离开，否则你就只有死。我可真是心狠手辣了。不过谁让我是反派呢？林轩身上的5行灵体的本源，我要定了。怎么？刚刚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我会让你知道，我林轩到底有多么强。地兵的气息，打开人皇幡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OK。夏人，你不讲武德，说好了单挑，你竟然让圣人对我出手。完了！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不过是我的武器吧。我虾仁虽然不是正派之人，但也不屑于欺骗你这个将死之人。哈哈哈！这个东西和我大道有一定契合。送你了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可惜你不行啊！哈哈哈！羞辱至极，林轩损失气运值10万点，宿主获得气运值10万点。完美！在下万象圣地李昌见过苏圣，林轩乃是我万象圣地传人，不知苏圣可否给我万象圣地一个面子？来日我万象圣地必定携重礼前来道谢。一切都由我外孙做主，还请九皇子殿下高抬贵手。今日之事，我万象圣地必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哼！刚刚那家伙可是差点杀了我，交代？拿什么交代？大秦镇魔司副指挥使楚恒见过苏善。林轩作为万象圣地弟子，隐瞒身份加入我镇魔司，此事需要严查。陆统领，把林轩带走。这么光明正大的捞人，我一时间竟然分不清谁特么的才是主角。我剑下之人，你带不走。九皇子，陛下定下规矩，殿下虽贵为皇子，但也不能插手我镇魔司之事。苏圣，九皇子此举不合规矩，这件事当归我镇魔司管。
哼，规矩，你和我讲规矩。想要人，可以让你们镇摩斯指挥使过来。你一个小小的副指挥使还不够资格。哼，抽了他的本源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此乃陛下亲赐，见此令牌，如陛下亲临临。虾仁，我命令你放开林轩。蠢货，为了一个小小的林轩，浪费这么好的东西，啧啧。果然，气运之子的气运就是逆天。行，我亲爱的姐姐，我今日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饶林轩一命。本源抽取成功。林轩失去5行灵体，损失全部气运值，宿主获得22万8000点反派值。提示：林轩尚未丧失气运之子身份，天道给他留下了一线机会，请尽快斩杀气运之子，可获得意外奖励。不好，天道有可能会发现我的身份。虾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可只是说过饶他一命，并未说过不废了他。帝都太他妈的危险了，这里大人物太多，我应该想办法去外面猥琐发育。虾仁，好，你好得很。特么的，我都是反派了，自然要嚣张。心中无女人，拔剑自然神，宿主斩杀气运之女，获得奖励建议雏形领悟。顾清雪被杀，损失全部气运值，宿主获得8800点气运值。现在我的反派职能兑换什么好东西吗？系统推荐兑换清风剑、生死印、玄龟灵液一滴。外公寿元不多了，我的大靠山可不能倒。兑换，全部兑换。兑换成功。今日是去血脉洗礼的日子，虾仁告别了苏千尘，就朝着宗人府的方向而去。你是在这里专门等我？我想要对你说一声谢谢。舔狗竟然有醒来的一天。你打醒了我，让我了断了情丝。我一夜之内连破3层境界，我觉得我应该来谢谢你。等我从皇族的血脉洗礼之中归来的时候，你来我府上找我。敢设计陷害我，呵呵，好的很啊。人怎么样？人算是已经死了，出手的人实力很强，是圣人无疑。不过可以勉强保沉默伊斯真灵不灭。圣境强者公然出手，这是破坏了规矩啊，胆子可不小啊。等我先去参加血脉洗礼，出来之后我们好好玩。好了，既然人都已经到齐了，准备走吧。你们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。10天之后，我希望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血脉都能够变得更强。啧啧，看来针对我的事情还真不少，我得想办法离开帝都，打造我自己的势力。果然这样完事吧，那就要看看谁能够吸得过谁了。嗨，神级功法是跟你们闹着玩的。3人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，疯狂的运转吞天功，可愣是一丁点的血气都没有吸收到，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所有的血气朝着虾仁涌去。就这样9天过去了。这血气真是好东西，如果能够把那血气的源头都吸收了，或许能够助我修炼成功第2转。诸位，这几日可感谢诸位的馈赠之恩了。你们洗礼的如何？宗正大人，九皇子殿下一个人把我们3个人的所有血气都吸收了。宗正大人可要为我等做主，我等苦苦等待今日多年，可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九皇子，你用了什么手段？哪里有什么手段？你们遇事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，有没有努力？别拉不出屎，怪地球没有吸引力。或许九皇子您有什么特殊的血脉，可否再测试一下血脉？虾仁跟随秦修远一次做了血脉检测，检测结果依旧显示虾仁为凡体。看吧，我就说了，他们是废物。够了，你们几个去测试一下血脉的强度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在血池里面是不是没有好好修炼。至于九皇子殿下，外面有人找，你可先行离开。
好久不见啊，林轩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咱们9日没见，隔了27个秋。本想要出来之后去找你，没想到你送上门来了。九皇子，呵呵，现在你是发了。镇魔司今日捉拿要犯，虾仁儿，你速速束手就擒，否则不要怪我镇魔司不给你留情面。看来你还真是废了，修为只有屁海境，可真弱啊！我给你一个机会如何？跪在地上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把你的5行灵体换给你。虾仁，今日我镇魔司奉命捉拿你归案，劝你马上束手就擒，否则的话，我镇魔司就要把你当场镇压。什么？你要杀我？你好大的胆子！谋杀皇子乃是诛9族的大罪。哼！剑意雏形，领悟剑意的剑修，战斗力可是成倍的增长。嘿嘿嘿嘿嘿嘿！击杀气运值之子，获得奖励神龙精血1滴，其内蕴含极大的生命能量，可以让一个人脱胎换骨，成为举世无双的天才。击杀气运值之子，获得奖励神龙精血1滴，其内蕴含极大的生命能量，可以让一个人脱胎换骨，成为举世无双的天才。九皇子公然污蔑打杀我镇魔司的官员，此事我镇魔司不会善罢甘休。来人，把九皇子带到镇魔司，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今日数罪并罚。哼！你们镇魔司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如此对待我孙儿！你们是当老夫不存在吗？啊！九皇子身上并无伤痕，相反，他杀了我镇魔司的百户，意图抗拒执法。苏胜息怒，我们镇魔司必定会秉公办案。虾仁，你可知罪？我什么罪？有人说10日前，陈默和你因为顾清雪的事情发生了口角的冲突，你一气之下当街杀了陈默，可有其事？哼！压根没有这回事，陈兄是专门来感谢我的，感谢我杀了顾清雪，帮他斩断情丝。事到如今还嘴硬，接下来就让人证我来吧。几个路人把在街上看到虾仁行凶之人把事情说了遍，同时也指认就是虾仁杀了人。现在这么多人指证你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他们作伪证。既然说陈默去找我，那么我们发生口诀，为何我不当场杀了陈默，反而去另一条街上再去杀了陈默？人证是有了，物证呢？你们随意安个理由在我身上，镇魔司是被宗门势力完全渗透了吗？竟如此猖狂！好家伙！好了，闹剧该结束了。我外孙说没杀陈默就没杀陈默，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，可以来找我苏千尘。鹦鹉侯，你来了！我孙子的尸体在你手里吗？不是你孙子的尸体，而是你孙子在我手里。九皇子想怎么样？我是想要和鹦鹉侯做一个交易，如果鹦鹉侯愿意臣服于我，我可以让你孙子真正活过来，怎么样？哇！你没有骗我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立下大道誓言。我希望九皇子说到做到。我这个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我承诺的事情还是会做到的。殿下，在大秦帝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如果皇子乃至于达官贵人有罪，但罪不至死的话，他们需要戴罪立功。我正有进入军队的想法。我建议殿下进入镇魔10卫，而不是进入边军之中。边军之中，军权都已经被其他皇子所染指，我孙子可能就是其中一位皇子派人所杀。他们其中有人可能已经勾结了北莽，北莽人找到了我，想要让我杀了殿下您。北莽皇朝的人想要搅乱我大秦帝朝，还有就是镇魔司不是只有9位吗？镇魔10卫乃是镇魔司里面最特殊的一个部门，他们有宗门叛逃之人，也有帝朝的罪人，以及罪人之后，他们执行的任务都是最为危险的任务，但待遇最差，当然规矩也最少。我觉得有其他人也在谋划让殿下您离开帝都，离开权力的中枢，边军尤其是镇北军不能去，就去镇魔司第10位。我想有些人也会希望我进入镇魔司第10位，小小大秦帝朝只是我的一个踏板而已。
我倒要看看那些人能奈我何。镇摩斯第10位，你爷爷来了。